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月14号，今天是礼拜天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呢做一个直播，聊两个新闻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高见可以贴在留言区啊，让我们可以一块儿讨论一下。付费会员的问题呢，还是会优先的讨论。这几天呢，跟台湾的政商界的高层呢，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啊，有很多的会面、茶叙或者是参会。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一次这个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台湾的正副总统，台湾社会是非常的平静。这个和2000年和2004年当时陈水扁当选台湾的这个总统的时候，那个族群撕裂的状态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呢，就是没有人质疑选举的公正性啊，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呢，其实也标志说台湾民主的制度的这种成熟。包括台湾的人民对这样的这个政党更迭啊，包括谁上台谁下台呀，这样的一种就是完全平静的接受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一会儿呢，其实想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蔡英文在当了8年总统之后呢，其实他已经改变了对于台独这个词的定义。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增加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啊，在这个台湾的认同啊，同时的话呢，其实也让中华民国呢在台湾实行的在地化。整个民进党呢，其实已经是按照这样的方向被蔡英文给改造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哈。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一会儿要好好的分析一下，因为之前我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关注。这一次到台湾的话，和一些台湾的政商界高层的话呢，在谈话的时候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个事情其实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咱们一会儿会好好的讲一下。在讲这个问题之前的话，我还是想先说一下这个财新网最新的冲塔文。1月14号的时候呢，这个财新网再次引爆了海外的中文媒体啊，就是他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嫌疑人孙任泽之死》，记录了几年之前在新疆发生的一起非常严重的刑讯逼供的案件。他报道了一个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儿子，叫做孙任泽，被国保大队刑讯逼供、殴打致死的这个事情。这个案件呢，它的细节非常的令人发指。其实呢，关于这种刑讯逼供的事情，在法轮功学院办的这个明慧网上，几乎是每天都有啊，而且也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报道。包括这个高志胜律师，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10大这个律师之一啊，他呢揭示出自己亲身所遭受的酷刑。有一篇文章叫做《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就是对于稍微关注一点中国人权问题的人来说，这个酷刑逼供啊，包括打人致死，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财新网就是发这样一个文章啊，这个冲塔文呢，其实是有3重内涵的，所以就特别值得分析。第一重内涵的话呢，就是财新网的这个报道让人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宁陵中学这个事件的黑幕，就是14岁的杨姓学生跳楼的这个事件。当时这个学校的话呢，说这个学生是跳楼致死，实际上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的那种非坠落性的这种伤痕，甚至有些伤口都已经愈合了。所以说，民众质疑说这个男孩是被长期的霸凌啊，然后呢被这个折磨，最后折磨致死。所以后来就发生了很大规模的群众的聚集和抗议啊，这个呢后来这个被校方花了200多万就给摆平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讲这个新疆的这个酷刑致死案的话，会让人联想到宁陵中学这个事件。这个呢是财新网讲的这个第一重的内涵。第二重内涵的话呢，实际上是指出大陆现在司法的黑幕，就是各级涉案人员都是官官相护，掩盖真相。那么第3重内涵的话呢，则直指大陆是没有司法公正的。最近大家知道最高法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中共的人大工委啊，就是人大法律的工作委员会，在这个发了一个相当于一份人大的一个决议嘛，就是或者是相当于司法决议，就是说禁止对所谓的犯罪分子的家属进行株连啊，这个本来是一个常识，对吧？这个刑责自负嘛，你自己犯了罪，你自己负责任，不应该株连家属的什么就业呀、这个医保啊，那或者比如子女就学啊等等这些事情，包括这个参军入伍，这本来呢就是一个常识啊，这个现代法治的社会的一个常识。但是呢，就中共因为经常拿捏这个一些比如说意见人士啊，他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子女啊，就拿他们的这个医保啊，或者就业或者就学呢，作为一个筹码，就捏住你的软肋嘛。那么这种情况呢，人大工委认为这个事儿是不合适的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发了这个文是说这个不能这么做。但是呢，最高法院最后呢，就是对人大的这个决定呢，做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就加了3个字叫非必要，就是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就不对他们的这个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做出限制。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说，当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还是会进行这种株连的，而必要不必要完全都取决于所谓的司法机关的这种判定啊。也就是说，这种株连政策的话呢，就是会变成一个最高法院支持的啊这么一种政策，所以呢，就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胡舒立讲这个。就是新疆的这个酷刑致死案件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影射了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司法独立的这样的一种现状。那么胡舒立呢，这已经是这1个月以来的第3次冲塔了哈。那么到底为什么胡舒立一定要冲塔啊？就是为什么在1个月之内3次要跟习近平这样叫板，跟习近平死磕？这个事情呢，咱们一会儿也分析一下。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2个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啊，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这个第一个新闻之前呢，咱们还是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人体内部面积最大的这个器官是哪一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其实呢，这个人体最大的这个器官是肺，肺气肿也好啊，支气管扩张也好啊，或者是肺纤维化，这些病在西医看来都是不治之症。但是呢，在著名的韩医徐孝熙院长发明的这个扁康丸呢，就是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通过清肺提升这个人体免疫力为根本，就是这个徐孝熙院长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治愈了3万多例被西医视为永久性的病变，是那些不可逆转的这个重症肺病的话呢，都得到治疗。美国纽约有一个Grace 女士就是这个人，她呢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被诊断成为肺纤维化，4年发病的时候走路这个就都会造成这个呼吸困难。在服用扁康丸1年半之后，她的健康就得到了显著的恢复，现在走路跟她先生一样快，甚至可以就是上楼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去购买，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市场上带有扁康丸字样的产品很多，鱼龙混杂。为了保证这个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扁康丸，请到节目下方提供的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唯一的官方网站指定网站去购买。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就是网页上的右下角的专家咨询进行这个咨询然后呢，你也可以拨打热线。扁康丸目前在世界多个国家都提供客服的热线包括北美、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澳洲和这个中国大陆等等地方，这个都是有这个热线服务。等于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在购买扁康丸的时候，可能过去买到了一些这种不是这个正式的这个产品就是买到了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买到正规的产品。OK， 好了，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呢，就回到我们这个开始说这个第一个新闻这个胡舒立旗下的这个财新网最近再次冲塔就是讲这个新疆的这个严重的刑讯逼供事件。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因公殉职的警察，这个他呢，这个被殉职了之后，他不是被殉职，他殉职之后呢，因为家里边儿子就没人管嘛，他这儿子就开始交往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受到很多不良的影响，也多次呢被抓到这个公安局。那最后一次呢，是被国保大队的人刑讯逼供、殴打致死。其中这种酷刑逼供的情节，因为过度的暴力这个我不能在油管中给大家提供这些细节，我也不想读这些东西。有意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财新网这个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是在网上大家已经截屏了已经把这个内容已经留下来了。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刑讯逼供致死案在大陆层出不穷通常警方都是花钱了事儿了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公开在媒体上讨论还是相当的罕见，尤其是以财新网这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影响力的媒体。那么我刚才提到这个文章的3重内涵就第一重的话，就让人联想到宁宁中学的这个事件的黑幕，就是花钱封口是一种常态。第二重的话，就是各级涉案人员官官相护，掩盖真相其实不光是这个司法案件，普通的一些丑闻，他们都是也这样处理包括像什么铁链女事件呢，包括什么鼠头鸭脖事件等等这个咱们也不一一去讲了。第3重的话呢，它的内涵就是直指中国大陆缺乏司法公正的问题。胡舒立已经是1个月以来的第3次冲塔了前面2次，一次是12月25号的时候，就是他发了一篇文章叫做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把邓小平抬出来压习近平实际上就只是习近平呢在面对这种经济凋敝、民生困顿和这种外交围堵的情况下，这个一再还坚持这个什么经济稳中向好，就是完全没有现实感。所以呢，财新网当时是
通过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路线去指责习近平，就是不能够从实事求是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哈，真正的面对现实去找出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接下来就是大概1周以后啊，在这个2023年最后一天，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胡舒立呢又发了一篇文章，叫做《2023终有一别》，其中呢把李克强啊、什么这个高耀洁呀、蒋彦勇啊这些非常这个敏感的人物啊，给他们做这个大头像啊，然后呢就讲述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相关的这个就是讣告的这个报道。那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也是等于让习近平很难堪了，尤其是李克强作为第一个啊，就是李克强毕竟还算是改革开放人物中的一个稍微曾经做到政府总理有一点点权力的这么一个人嘛。其实我觉得胡舒立冲塔哈，就是我想分析的就是为什么非得要冲塔，并不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什么人支持他啊，让他吹响了这个改开派的集结号，是因为呢，就是大家知道支持他的王岐山呢早就退居二线了啊，早就人走茶凉了。在中共的内斗中，如果是有一方不能够掌握军队的话，仅仅依靠舆论是并不能够造成最高权力的更迭啊，也不会对最高权力进行就是造成实质性的挑战。就像8964之前呢，当时这个人民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都对学生运动抱有一种深刻的同情啊，甚至是支持啊，甚至还有一种鼓动的意味。但是呢，你也不能阻止邓小平派军队开枪镇压啊，你也不能够阻止这个就是这个中共最高的这个权力，这样就是这些这个真正掌握军队的人嘛，去把这样的运动镇压下去。所以胡舒立呢，其实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靠舆论并不能够改变什么，他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啊，所以他的这种行为呢是相当的悲壮的啊。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有胡舒立为什么非得要做这样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哈，做经济报道和评论，或者是关注经济的人，不能不和中共之间发生冲突。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呢，它是一个这个从它的建党以来，它的那个整个虽然中间经过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它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它是以维护权力为第一位的。而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续中共的统治，但是最后呢，还是会对中共的统治造成威胁。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啊，就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和未来学的学者，叫做阿尔文·托夫勒。他呢曾经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啊，叫做《第三次浪潮》。他其中就提到人类权力的3个来源啊，这3个来源呢叫做知识、暴力和财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哈，就大家看到就是邓小平当时搞这种改革开放，虽然是共产党想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给民众赋权的过程。我们知道在改开之前哈，中国所有的工作机会啊和生产资料都是被垄断在中共的手中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让你做什么，基本上来说是没有人敢不听的。前2天我们在这个视频中提到关于3线建设的问题，就是从1964年到1978年，数百万人从1线城市被中共赶入大山啊，包括像上海这种发达1线城市的人啊，他们也是被强制的迁到山里边啊，就是四川呐、云南呐、贵州啊，所谓的3线建设。当时是号称备战备荒嘛，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共和这个苏联和美国可能会同时开战啊，如果一旦开战的话，这工厂在沿海城市，人家一炸不就没了嘛，所以要搬到大山里边去。所以当时搞这种3线建设的话，把数百万人赶入大山，但是几乎是没有人敢不去的。这固然跟毛泽东本人的这个所谓的个人魅力有关系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毛泽东牢牢的捏紧了每一个人的钱袋子。你如果不去的话，你也没有别的工作，你没有别的工作，你就没有收入啊，没有收入的话就得饿死，对吧？那么习近平让大家搬去雄安的话，大家为什么不去？习近平是确实可以，比如说强制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大学，可以科大什么之类的搬到雄安去。那如果我不想去怎么办？我不想去我就辞职了，对吧？我不会你强制让我迁到雄安，我就迁到雄安，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的话，我在北京找个别的工作呗，对吧？我一样能养活自己。反正总而言之，我就是不走。所以换句话来说的话，就从这么一件事，大家就知道，在经济角度的这种有限度的开放，其实是赋予了人们有限的自由啊。我可以不听你的，你让我去雄安，我可以不去啊，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它是跟中共的极权主义理念是有冲突的啊。所谓极权的话，它是叫 totalitarian，totalitarian regime 的话是要控制一切的啊，不管是舆论也好，军队也好，警察也好，暴力机构也好，包括人的钱袋子都被捏在
这个集权政府的手中啊。所以其实当时像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包括现在北韩的金正恩，他们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集权。那这一点就是大家要清楚，原教旨的共产主义就是由政府垄断一切的生产资料从而达到对社会完全控制的目的这个就像哈耶克所说的嘛，就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被奴役。换句话说，经济上的自由的话，也会给你有限度的这种政治自由或者是人身自由。这就是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观点甚至没有之一，就是最重要的观点。通向奴役之路这次来这个台湾这边也看到，就是他是那个台湾的一个学者殷海光这个翻译的。所以搞经济的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也知道这个计划经济会扼杀这个经济的活力。那么作为报道经济议题的财新网，如果一旦中国回到计划经济的话，这个媒体其实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说这个话，反正你财新网也会被关掉。那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我抗争一下，对吧？所以这就我觉得是胡舒立冲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背后是涉及到胡舒立自己创办和这个就是现在掌控的这个媒体的生死的问题。如果真的回到文革的话，这个媒体也死了所以也就是说重回这个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这个媒体也死了。所以反正左右是个死，那还不如去抗争一下再死。我觉得这是胡舒立死磕习近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经济现在是这个眼看着就陷入通缩了在这个债务压力之下，大家都在去杠杆再加上这个外交环境的恶化，然后呢，这个经济现在雪上加霜。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拼经济失败的时候，他必然会诉诸于政治运动，因为你得为经济这个失败找一个替罪羊，对吧？但他又不可能真正把经济搞好，所以干脆的话就诉诸于政治运动就是说我虽然这个没有你富裕，但是我政治上比你更正确对吧？这个我在意识形态上的话，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这就是当年毛搞的这个事情。就是3年大饥荒之后，毛泽东不是搞经济大跃进失败了吗？最后的话，他就要搞政治运动，诉诸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越来越糟的时候呢，改革开放派就是包括像胡舒立这一批人，他们感到危险在逐渐的逼近，就是习近平有可能会回到政治上更加集权的这样一条路那样的话，他们这媒体也死了。我是借着这个胡舒立讲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冲塔的这个事情，想说一下就是经济和这个政治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这个关系问题。接下来我想聊两句这2天在台湾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说所收获的一些信息在台湾官选的时候，就是关于台独的问题。我们在那个11号的时候，这一次来台湾官选的这个网红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就当时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唐靖远就是也是跟我们一块做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朋友经常我们在一块做自媒体，他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于台独的定义在中共那边它是有变化的。过去呢，你主张台湾独立，那么你就是台独。那后来的话呢，这个台湾一旦开始民主化之后呢，就是你如果就是到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说维持两岸现状，那么你也是台独就是虽然你没有讲台湾独立，但是你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在中共的眼里边的话呢，你也是台独。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你不听中共的话，你就是台独。所以在台独这个词的定义上，在中共那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不讲这个中共那边这个关于台独定义的变化我是想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台独，其实在台湾这边的话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词就是在岛内大家对台独的理解已经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而这个变化，我觉得一个主要的推动者就是蔡英文。一些人把赖清德大家都知道，这个赖清德过去他是一直主张台湾独立的就是现在赖清德说我们不用独立了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所以就有一些人把赖清德称之为务实的台独主义者。但是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就是赖清德其实已经把过去所说的台湾独立变成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中华民国的独立他说之所以不需要宣布台湾独立，是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过去台独其实是本省人跟外省人之争，也就是说本土人的话，他们是希望掌握一个有自身建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呢，其实对于外省人是具有排斥性。因为当年这个老蒋从这个大陆败退到台湾之后，带来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军公教人员嘛，就到台湾，所以这些人的话，他们其实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的话，一般来说哈，当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都会跟本地人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大家知道当年刘备进西川的时候啊，就是他就最开始是受到了西川人的抵制。当时这个其实不光是刘备进西川，刘备进西川之前，刘焉、刘璋父子进西川的时候，也是受到西川本土势力的抵制。就当时像彭样啊、法正啊这批人啊，就是实际上他们是对这个刘焉父子是非常排斥的啊，因为这是一群外来的人嘛。那么他们当时是想借助刘备的力量把这个刘焉和刘璋父子赶走，所以当时法正和彭样他们之所以支持刘备把刘璋干掉啊，这个其实是不是真的想支持刘备？法正可能是真的想支持刘备，但是像彭样这样的人，他其实是想把这个把这个刘焉父子干掉的，刘焉和刘璋干掉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刘备后来为什么在这个四川能够称帝，他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他刚刚进这个四川的时候，即使赶走了刘璋，他也很难真的在四川立足啊，就是你没有完成本土化之前，你是不能够在四川立足的。等到他在四川立足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那当然，这个也包括诸葛亮啊，包括李严，那就是一些这个法正啊，就是这批人的话，他们帮助刘备啊，最后实现了一种就是本土化。其实孙权称帝也是，孙权称帝大家知道是在南京称帝，江东这块基业啊，就是其实是这个孙坚父子抢来的，就孙坚跟孙策抢来的。他们刚刚到达江东的时候，也是受到本土势力这个严厉的抵抗。当时本土是朱张顾陆四大家族嘛，就是他们对这个就是外来的这个孙坚、孙策这个政权的话是抵制的。其实孙策最后死于本土的，就等于是本土人和外来势力之间的这种争夺。当时孙坚和孙策的做法就是大杀这个本土这些有名望的人啊，一开始，所以后来就得罪了本地人，所以后来他们本地人就搞暗杀嘛，最后其实孙策是死于这种暗杀的，就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暗杀。后来呢，这个等到孙权继位之后，就是孙权接手了这个江东这个基业之后呢，他就重用了这些就是本土的人啊，像什么顾雍啊，顾雍就是非常典型的张昭啊，鲁肃啊，就是这些人呢、非常就是在本地有很大的影响、很大声望的人。这个陆逊呢，就是这些朱张顾陆这些家族，让他们做宰相等等。当他完成这个在地化之后，他的政权在江东才稳定下来，然后孙权才能够称帝。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老蒋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个人分析了哈，其实也有一个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这种矛盾的问题，怎么解决？那在这个2000年，当时这个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这种族群撕裂啊，或者是江户之间的这种对抗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对抗跟这个互相之间的这种敌视啊、敌意啊，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呢，其实也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也完成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次我们看到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他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本省人。当然，赖清德民进党这边的话，他本来就是本省人嘛。那现在等于是台湾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国民党完成了在地化，推出了他们自己本省人的这种候选人。然后呢，这个本省人的话呢，开始认同中华民国。因为当他开始选总统的时候，不管是陈水扁也好啊，或者是蔡英文也好，或者是赖清德也好，他所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当他这个当选总统之后的话呢，他当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那么，蔡英文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中华民国后面加了一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实际上也就是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意思。包括这个以前这个民进党人的话，他们是这个包括支持民进党的人，过去他们是不愿意去举中华民国国旗的啊。比如说这个民进党领袖到这个其他别的国家访问，那欢迎他们的人的话，通常就举民进党党旗。但是现在呢，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中华民国总统嘛，所以他比如说要出行的时候的话，别人欢迎他，那可能就挥舞2个小旗啊，除了这个民进党党旗之外的话呢，还挥舞中华民国的国旗。所以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完成了在地化，而这个台湾本省人哈，就是本土的人的话呢，也增加了中华民国的认同，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这样的话，等于是双方都在往中间靠啊，往中间靠的结果的话，就是说现在这种省级对立啊，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间的这种族群撕裂的话，就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那当然，这个，现在中华民国等于是经常在后边括号加一个台湾的话，也就是说，尽管宪法没有修改，因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它的这个领土范围还包括中国大陆嘛，尽管没有修改宪法，当然也没有办法修改哈，但是从心理上来说，中华民国等于完成了在地化的过程。就像我当年讲到那个刘备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权也好，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因为他得到了本土人的支持嘛，他的政权就稳固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蔡英文是属于这个就是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就是帮助本省人融入帮助这个外省人就是融入本省人啊，通过这种民主选举的方式，增加了他们对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本身的这个认同啊，让国民党增加了对台湾这块土地本身的认同。然后的话呢，这个本省人的话也增加了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啊，国号问题就是一个国号问题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大陆那边呢，可能很多人其实之前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哈。这个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中共在台湾很难再挑动族群撕裂了。过去其实中共是在台湾希望能够挑动一些乱局啊，这个族群的撕裂和对抗啊，最好这个台湾发生内战，这样的话中共它就有足够的借口啊，就是去介入台湾的事务，甚至直接出兵台湾。但是现在这种途径基本上已经断掉了，就是本省跟外省现在它的融合做得相当的好啊，我觉得是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就是国民党也好，或者是这个民进党也好，民进党不用说了，就国民党的话，他也可能慢慢认同说中华民国就在台湾了啊，他也放弃了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想法。在放弃反攻大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是说他可能也就不再那么关心大陆的这种就是权力是政治权力是怎么样的，这个民生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在这种反攻大陆的这种想法了。当他没有这种反攻大陆的想法之后呢，尽管大陆很多人他们还是认同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其实已经慢慢的脱离了这个中国大陆，所以就是说你在讲这个台独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你很难讲啊，就是你甚至也可以讲说把台独换成中华民国独立啊，就是这样的说法的话，其实也是没有错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台独本身的这个词的定义啊，它的内涵发生改变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事情啊。所以这里边就是这也是这两天就是跟台湾本地的朋友聊天的时候的话，慢慢学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联想到我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刘备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权也好啊，他们当时完成的这个本土化的过程。OK，那今天呢，就是我真正跟大家想聊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内容啊，就是这个新闻就说到这儿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来这个跟大家互动啊，就是来讨论一些问题啊，就是回答一些会员朋友的问题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请教授讲讲为什么台湾不援助乌克兰？当台湾被攻击时，其他国家要援助台湾吗？其实台湾没有不援助乌克兰呢。台湾其实这个向乌克兰提供，不管是财政方面的援助也好，或者是比如说这种非战争资源的这种援助也好，还是提供很多的。台湾和乌克兰有一种就是，你说惺惺相惜，那一般来说指的是英雄哈，但是可以说台湾跟乌克兰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吧。他们都是被一个大的政权霸凌啊，一个是被这个俄罗斯霸凌，一个是被这个中共霸凌。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他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而且呢，就是说台湾也知道，如果乌克兰失败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普京的野心得到了满足，那么这个呢就会鼓励习近平对台湾进一步的这个侵蚀啊，对台湾进一步的这个野心膨胀，所以呢，这个台湾绝对不想看到乌克兰的失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他一定会跟乌克兰站在一块儿。台湾中国大陆可能还有一些人他这个挺俄罗斯哈，这个中国大陆当然有一些人他们挺乌克兰，他们的声音被封杀了，但是中国大陆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很支持乌克兰，而台湾的话，他对乌克兰的支持那几乎是就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啊。这中国大陆可能还有 debate 啊，就大家互相之间辩论到底是不是应该支持俄罗斯。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是援助乌克兰的啊，同病相怜嘛。这个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同仇敌忾了，因为这个普京跟中共他也是勾勾搭搭的嘛，对吧？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嘛。当台湾被攻击的时候，其他别的国家一定会援助台湾啊，这个是已经没有什么疑问的了。我们多次讲过这个事儿啊，世界绝不允许失去台湾。
一个就是这个台湾的芯片啊，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大脑啊。在这样我们知道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台湾的高阶芯片的话，我们就回到了90年代，是200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台湾的芯片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这个就是不重视的。现在什么东西里边没芯片呀，对吧？洗衣机里边也有芯片，洗碗机里边有芯片，照相机里边有芯片，什么里边都有芯片。我们不能光想到说电脑里边有芯片，所有的那些什么机床啊，这个汽车里面全都是芯片嘛。所以你没有芯片的话，整个这个社会就不运转了。所以这个没有人会affordable，就是说认为没有台湾芯片我们还能活着。所以就凭这一点，大家也要支持台湾。再一个就是国际的这个全球化背景之下的航运，全世界将近50%的这个货物都要通过台湾海峡，穿过台湾海峡。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台海变成中共内海的话，就是中共在南海造岛就已经引起了国际的恐慌。如果他再把这个台海变成内海的话，对于整个全球化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说我们可以失去台湾，没有台湾没关系啊，其实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中国真的攻击台湾的话，其他别的国家一定会扑上来的。台湾的重要性那可比乌克兰重要多了。乌克兰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就是普京如果吞并乌克兰的话，他有可能进一步潜在的威胁这个波兰呢、这个芬兰呢、就是瑞典呢、就是这些国家，那是潜在的威胁。而这些国家因为都是北约国家嘛，所以普京也不敢贸然进犯。但是中共这个如果要进攻台湾的话，那就是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话，更多的是对这个正义啊、自由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对强权的遏制啊，就是更多是具有这样一种象征的意义。实际上，乌克兰如果真的丢失的话，并不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啊，这不是会对全球经济产生生与死之间的这种级别的影响。而台湾不一样啊，这是台湾人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地方啊，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把自己的这个高科技做到这个程度啊，那其实也就自己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尊重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第二个问题啊，咱们下一个问题，这次选举的结果是让中共侵台的几率增加了，最主要的指标是柯文哲与民众党的支持度增加了，因为这必然会鼓舞中共侵台的野心。这个是逻辑中间的逻辑，我还没有看清楚啊。那些支持柯文哲和民众党的人误以为他们这个支持可以避战，然而实际上这是与他们所愿的正好相反，反而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请问张教授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我和那些支持柯文哲的人聊天哈，其实他们不是因为出于一种想避战的这种想法支持柯文哲，他们基本来说就是认为两个，我采访的一些人哈，其实不是采访，就是跟这个出租车司机啊，或者到这个柯文哲造势的现场跟他们聊天哈，基本来说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的话是对蓝绿都不满。所以的话，他们就想找一个第三党。其实，在美国现在也是一样，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现在互相之间这个争斗很激烈嘛，就是很撕裂嘛。那这个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撕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很多人他们就会考虑说，如果真的是有第三党出来的话，是有没有必要去支持这个第三党？所以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肯尼迪，我忘记了他的家族有一个人，他本来是民主党人，他说他想出来选总统。结果就很多人那个民主党人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要出来选总统的话，会分掉很多民主党的选票嘛，因为他本来就是民主党，然后他又属于那种温和派的民主党，他不是那种左派的那种，现在极左翼的那种民主党，他会分掉很多的选票，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川普更容易赢。大家知道美国的宪法哈，它其实并没有规定说只有哪个选举人拿到270张选举人票，你才能够赢得这个就是总统的这个大位。就是实际上的话呢是哪一个人的选举人票最多，哪一个人就会赢得总统的大位。甚至都没有说在这个宪法中规定说美国总统的选举人票一定要过半，这个就跟台湾很像。大家知道这次赖清德就是只拿到了40%的普选票嘛，但是呢，他不到50%，但是他却能够当选总统，是因为他比另外2个人多就行了。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这样，你去看美国宪法，他没有说到底是谁拿到了这个一定要过半啊，就没有讲这个问题，他只是说一定要拿到 majority 啊，就是你要比对方多。所以呢，就比另外别的选举人多吧。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270就是这个数字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只是一个在2党政治下才有一个270的问题，就拿到270张选举人票。那如果要是说多党竞争的话，那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
在这个就是台湾这边的话呢，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不需要拿到多数啊，美国也是一样。那所以如果要是共和和民主两党如此尖锐对立的话，那第三党出来的话，那它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啊，对选举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当然这个美国的话，因为它是选举人制度，就是赢者通拿啊，所以在任何一个州，这个第三方如果不能够拿到这个绝对多数的话，他就拿不到选举人票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过去也曾经有那个什么亿万富翁佩罗去选总统这种事儿，但是他虽然他当时这个他拿到的那个选票还是很多的，但是他因为在任何一个州都没有拿到绝对多数，所以在任何一个州的选举人票最后都没有归他嘛，啊，就最后还是270这么一个结果。台湾的话，因为它是这个普选啊，它是这个一人一票选总统，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只有40%的普选票，但是他也能够当总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支持柯文哲的话，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个真的是要避战啊，就是因为讨厌蓝也讨厌绿啊，他们就去支持柯文哲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支持柯文哲的人的话，是因为他们认为柯文哲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工资太低啊，这个房价太高啊，就类似于这样，他们认为柯文哲能够解决。实际上柯文哲能不能解决呢？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抱希望啊，一点都不抱希望。所以这个他们选柯文哲，不是出于避战啊，这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现在这个赖清德当选，是不是增加了这个中共武装侵台的可能性？一点都没增加，一点都没有增加。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台湾之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台独定义的变化哈，就是国民党它现在也完成在地化，然后呢，这个本省人也完成了对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认同。基本上来说吧，大致情况应该如此啊，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如此。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话，我觉得对这样的现状的话，他们也习惯了啊，就是台湾的这种政权的更迭呀，这个上来一个人，这个过去曾经是支持独立，其实阿扁原来也是支持台湾独立的嘛，这个陈水扁，包括蔡英文，只不过现在我讲就是台独这个词的定义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啊，所以我觉得，不会因为赖清德的上台就增加这个台海战争的几率，而中共也不敢打啊，中共是绝对不敢打的。OK，那么咱们再讲下一个问题哈。张教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教育要不要跟信仰挂钩？您提到过去美国教育以圣经为主要学习材料，但这是不是一种强制人们信仰的行为？如果这个人是来自于其他宗教信仰背景，对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其实啊，我是这样看的哈，因为我呢，这个大家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啊，但是我也读过圣经啊，我也读过圣经，我并没有因为读过圣经就对我自己本人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冲击，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不同的宗教信仰，它都是在教人做好人，就那种正教的信仰啊，不管是这个佛教也好，道教也好，这个天主教啊、犹太教啊、这种基督教啊，它其实都是要告诉别人去做一个好人的。那你在学习的时候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文化来学啊，就像我读一些圣经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宗教跟我没关系，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抱着这样的观念的朋友啊，其实不太了解哈，宗教其实是所有文明的基石，每一个文明最后的发展，它都是从一个宗教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西方的学者呀，把公元前500年，就是2500年前呢，就是这个时间呢，称之为轴心时代。所以轴心时代就是几大文明的这个轴心啊，几大文明的核心价值都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啊。就是当时中国是老子和孔子嘛，就留下了道家和这个儒家的思想啊。然后呢，这个印度呢，当时出生了释迦牟尼，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啊。这个释迦牟尼大概比孔子大几岁啊，然后老子比孔子大概大几十岁啊，但是他们都同时在这个世间行走。苏格拉底呢比孔子稍微晚一点，大概比孔子晚了70年。他呢只是整个希腊文明的奠基人啊，因为他的学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等于是希腊三贤嘛，就整个现在西方文明是从这边，然后呢加上这个那个时候在2500年前是圣经的旧约全书成书的时代啊，所以就是等于是犹太教在那个时候也开始的体系化了啊，就是有书了嘛。那基督教后边这些宗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是从犹太教这个分化出来的、发展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几大文明，东西方文明
它的这个起源的话，其实都来自于这些信仰啊，所以西方学者把它称之为轴心时代，就是这个原因。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些宗教的话，你不理解这些宗教发展历史的话，其实你是难以理解这个文明的啊。东方文明怎么回事？西方文明怎么回事？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历史，它有背后的一套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它有背后基于这套是非善恶标准的一些这个政治法律体系等等。就像罗素讲的嘛，你要了解一个时代，你就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哲学。而这个哲学是从哪儿来？它实际上就是那哲学实际上是填补的是人的这个普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就是世间的这种非常物质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他们之上的那个神，他们中间这实际上是有个空白的，就是比如说耶稣讲说要爱人如己。那么你怎么爱人如己啊？就耶稣讲说，除了耶和华之外，你不能够有别的神。你要对你的就是对神的这种信，怎么叫做信？这个中间其实它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鸿沟的，就是从神讲的话语和人的实际生活中间的话，它是有很多我们会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事情它是怎么处理的啊？你怎么去处理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套东西的话，其实是一套靠哲学和文化填补的一个空白。所以呢，任何一个这个民族它的哲学都和他的这个宗教信仰有关系。这些哲学的话，又决定了他的科学的这个发展，决定了他的这个人的思维的方式啊，他的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等等，这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对一个宗教有了解的话，其实可以说你对这个文明不了解，就你不懂这个文明背后它是怎么发展演进过来的。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在学校教育中，这种宗教的教育对于这种就是不同的宗教的教育非常关键啊，这是你理解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的钥匙啊，就是这个人类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个你也必须得了解它的有这样的钥匙，你才能够对这个人类的文明有所了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大家知道天主教的话，它是有教阶的，是吧？它是有这个Pope 啊，最上边的话是教皇啊，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个红衣主教啊，再往下的话这教区的主教啊，再往下还有什么神父啊什么之类的。它有教阶，那这样的一种宗教形式的话，它就决定了欧洲的它的这个民主，它就为什么欧洲人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君主立宪的制度，因为在他的信仰本身的话，它就有这样的一种层级结构啊，等级结构，社会的 hierarchy 啊，就是这种等级结构。那对于基督教来说的话，他认为人人都可以跟上帝沟通，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它中间是没有这样的教阶的，所以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的话，它就比欧洲那种美国的为什么它不会出现这种君主立宪，就是因为它基督教新教本身来说的话，它就反对这样的社会阶层，它就认为人人受造而平等。这也是美国独立宣言里边这个一开始就讲的这个话嘛 ，Every man was created equal 嘛，就是每一个人的话受造而平等。既然受造而平等的话，那我也就不存在这个是你比我高，我比你高啊，你不比我高的话，为什么管我呢，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就赋予了每一个人自由。所以整个这一套美国的社会哈，你要往回追到根儿的话，它是跟它的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不了解宗教，你就不了解文明啊！你不了解文明的话，你就不了解这个社会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演进到现在的。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让每一个人了解这个宗教，这个历史的话，其实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也就是像我们在这个大学里边的话呢，是要讲中华文明史，然后也要讲这个西方的这个文明史，就是 Western civilization 啊，讲西方文明史。讲完西方文明史的话，还要讲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啊，就是现在的西方社会它是怎么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吧，后来到启蒙时代，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这些东西哈，就是你不理解宗教，或者你不理解后来在启蒙时代对宗教的这种反动。也就是说，启蒙时代的话，就打破这个人对神的信仰嘛。就是你不理解这个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历史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进到现在的。所以，大家宗教它固然是一种信仰，但同时也是一个人必须要掌握的一种知识，必须要掌握的一种知识。所以说，我觉得，就刚才这位朋友说，是不是强制人们信仰？你这么说吧，你想真正做一个我们叫 well-rounded citizen 啊，就是你在各方面是一个就是能够受过良好教育，然后呢，能够对这个就是这个在道德上也比较完善呐、这个知识体系比较完备啊，在这个方面的话，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行的，不学是不行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认为说教你圣经是一种强制人们信仰的行为。其实这个信仰我跟大家讲是不能强制的。你强制他的话，他也不相信啊。他心里边不相信的话，他最后还是不相信。你像有很多这种，就是像启蒙时代的那些人啊，就后来背叛了这个
宗教，或者是否定宗教。其实像马克思以前也是，就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啊，他的父亲也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宗教的信徒，天主教的信徒。但是他们后来只不过是说自己的内心发生了某些变化，然后就背离了这个宗教。像这种事情的话是，这个不能强迫的啊。就信仰的话，其实是每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是你个人和神之间沟通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没有任何我这么跟大家讲，换句话说，这么跟大家说啊，任何一个强迫别人信仰的宗教，一定是一个邪教。任何强迫别人信仰的东西，所以你像那个共产党，为什么我经常讲它是一个邪教呢？它就是强迫你，你不信共产主义，不信共产党的话，我就要迫害你啊，剥夺你的工作啊，或者是对你进行什么样的惩罚，给你关到监狱里面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这就回到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哈，就是说教育要不要跟信仰挂钩？没有信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啊，它绝对是一个这个很糟糕的教育。所以那个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啊，就是当时的这个新教徒，他们当时不是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美国嘛，就是在美国建立了这么一个国家。在他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建立的第一个大学就是哈佛大学，这是这个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大学。当时他们建立大学的目的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哈？我也是看那个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叫陶瑞的啊，就是他在这个推文中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们是担心说，如果这个他们不建立大学的话，当这个牧师一旦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比如说读懂圣经啊，或者是失去了跟神的联系，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建立大学的。所以哈佛大学像他这些校训里边的话，他都是讲这个叫建立就维持吧，跟这个人跟神的联系。所以说你说教育要不要跟信仰挂钩呢？一定是跟信仰挂钩的啊，否则的话，这个教育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糟糕的教育。至少比如说你在教育中对这种 humanity 啊，对这种人文方面的教育，你不理解，就我刚才讲，你不理解宗教的话，你就不理解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你可能只会在这个记忆中会有一些历史的碎片，但对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背后的原因、演进的过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你是不懂的。所以这个不了解宗教，其实不了解信仰的话，这种教育是绝对是不完整的教育啊，非常糟糕的教育。这个，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当成一种文化去学习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OK，下一个朋友问张教授好，如果川普当选2024总统，那么他上台后会彻查2020和2022年选举作弊的事情吗？抓捕相关的人需要动用军队吗？川普第一个任期没有缺人组建内阁，导致很多联邦部长都背叛他，他的第二个任期会有自己的一套人马吗？我觉得川普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法治观念的，他不会随便抓人，更不会动用军队去抓人。他会不会去调查2020和2022呢？这个有可能啊，但是这也取决于国会选举的结果，就是他这种调查，让司法部调查这些人，他们会不会真的去做这个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这个就是内阁成员的任命啊，他是需要参议院投票同意的啊。就如果川普真的任命那么一个人去，比如说当司法部的部长啊，或者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这个在参议院能不能通过？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他们真正在做的时候的话，他所任命的这个人，他也不是这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我以前曾经讲过这个概念哈，就是美国的这个官员，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是一样，它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选举产生的，或者经过国会批准的这种官员就是政务官。他呢是负责做决策，但底下具体办事的是需要懂得这个领域，比如说我是做国土安全的，或者我做能源部，或者我交通部，得懂这些相关的这些技术。这些人的话是具体做事儿，就是技术官僚。这些技术官僚的话，他们叫做事务官。川普只能任命政务官，然后呢，最多政务官的话，他可能会任命底下的事务官。所以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县官不如县管嘛。所以川普即使想这么做的话，他底下的那些人会不会真的去做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想象说一个超级英雄上来之后，我们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解决不了啊，很多问题的话是积重难返。政府的改变可能是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啊，让老一代的这些人退休了之后，新一代的人慢慢填了这个位置，才能够改变的。而且呢，就是说整个社会思潮的改变，至少得需要1代人的时间啊，要20年的时间，成长出1代人来，才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意识形态上啊，在社会的这个主流价值上发生变化。
所以就是说，大家真的不要想象说在一夜之间发生什么变化，所有这种社会的变化都是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的才可以。所以川普上台之后，他到底能做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只能够观察，就是看一看他所任命的人，那些人他们怎么做事情。在美国，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种法治的观念啊，就是川普还是很强的。所以说，他虽然认为，比如说对他的这种起诉是属于政治迫害，但是他该出庭的话，他还会出庭，他还会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为自己辩护。所以我觉得川普他也不可能跨越法律的界限啊，去随便做一些他的事情。当然，他在第二任期的话，他可能会在很多这个内阁人选的任命上的话，已经不会像以前那么幼稚了啊。因为第一任期的话，他大概已经看到了到底谁和他是一条心的，在这个意识形态上啊，在这个就是这个对美国未来的方向上啊，就是跟他是一条心，而且会真正的去执行他的那些想法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任期的话，他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也绝对不会说是在一念之间、一夜之间的话就发生什么样大的变化啊。我对这个其实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啊，一夜之间是不可能的，就是不是我不抱希望，是根本在实际上是不可操作的啊，是不可能的事情。OK，下一个问题，这个请问教授，先不说中共不可能同意之外，台湾何德何能，如何能让中国大陆14亿的人们实现民主化？连美国这大国都不太做得到，是个大哉问。是不是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中国人民自觉自省，才有机会推翻万恶的共产党，不是吗？其实这两天啊，我也在说一件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呢，就每次台湾选举哈，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个民进党当选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爱民进党啊。其实民进党它有一些这个政策的话，我也不太同意啊。因为其实民进党它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话，它比较 liberal 啊，就是偏向美国的左派吧，就偏向美国的左派。所以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方面的东西了，包括对中国大陆的不是对中国大陆，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文化认同这方面，我也不见得是同意他们每一个观点。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它的自由是第一位的，就是台湾人我是绝不希望台湾会沦陷到共产党的手里，把台湾变成香港，甚至把台湾变成新疆，这是我觉得最糟糕的一种结局。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希望民进党能够当选的话，是希望能够保证台湾的民主，保证台湾的自由啊，保证现在台湾的这种生活方式。至于说大陆是不是这个民主化呢？这个我其实最近2天也在跟别人台湾这些朋友我在讲这个事情。每次民进党当选之后的话，你可能松一口气，但这口气只能松4年的时间。也就是4年之后的话，还会再面临选举。再面临选举的话，你不可能保证民进党每次都赢嘛，对吧？那如果民进党输了的话，那上来一个这个政党，他又像马英九时代一样，跟中共眉来眼去，然后让中共渗透台湾，对台湾在经济、政治方面进行控制。那这样的话，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不民主化，中国大陆如果不变成一个自由之地的话，对台湾的威胁永远都存在。所以台湾的话，他如果只采取这种防守的策略，那是你就是你过来一招我挡住了，过来一招挡住，但架不住你不停的出招啊，对吧？那我每次都挡住，我挡了100次，第101次我没挡住的话，那可能对我就非常大的伤害。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呢，就是说，只有大陆民主化之后，只有大陆变成一个自由之地以后，才可能真正的这个就是保证台湾的安全。那你怎么才能够保证台湾？中共对大家知道，中共对台湾的话，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就是信息战嘛，对吧？就是资讯战，就或者说认知作战嘛。把这个很多谎言啊，这个通过这个 TikTok 啊，通过这个小红书啊，通过什么其他别的，就是油管或者 whatever 脸书之类的，就传到这个台湾去。那其实我觉得台湾为什么非得被动挨打呢？对吧？台湾也可以反击，怎么反击？推倒中共的防火墙嘛，就是把真正的台湾的这个人民的生活展示在中国大陆人的面前。其实我觉得台湾这边中华民国认同啊，就是现在就变成了本省跟外省人的一个就是越来越这个就是达成的一个共识啊。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这个信息能够传到中国大陆去啊，让中国大陆人知道，就其实台湾人对中国大陆他们没有什么敌意啊，但他们认同中华民国呀，他们在文化上是继承了这个中国的文化呀，他们的这个生活很自由啊，等等，就是中国大陆人也 deserve it 啊，也应该去这样自由的生活啊，等等。这个本身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一个真相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启蒙嘛。你不知道这个大陆民主化是什么样子的话，我给你看一看，我们台湾人就是同文同种的啊，我们就已经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那大陆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哈，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拉倒中共的防火墙，把这样的东西展现在中国大陆人面前的话，我觉得
对于台湾人来说，至少是以攻为守啊，我觉得至少可以帮助台湾能够变得更加的安全。当然，这个事儿谁来做呢？你要让这个政府来做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不敢的。所以我这次其实也非常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民间的力量。我去年成立了一个就是非盈利机构，这个非盈利机构是专门推墙的，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赞助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防火墙推倒啊，推倒之后会怎么样？就让大陆的人他们能够看到这个资讯，这个自由的资讯，后面的事情就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儿了啊，咱也不能替他做决定。但是我觉得在他们没有看到自由资讯之前，他们做出的决定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啊，因为你不能，我经常讲叫做 informed decision 啊，你不能 make 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啊，你不能在综合考虑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资讯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判断啊，因为你听不到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哈，也是我现在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要明白，就是大陆如果没有民主化，台湾的威胁就一直在，而台湾的人，我觉得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以攻为守的方式啊，就是把真实的资讯传到中国大陆去。这个不是信息战啊，大陆在向台湾发布假消息，台湾人民我觉得应该是把真实的消息想办法送到中国大陆去。这个不是为了中国大陆民主，哪怕是台湾人为了自己自身安全的考虑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已经聊了1个小时了哈，咱们就不聊更多了。我一会儿马上就要出门了，去见一些人。OK， 那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谈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然后呢，我也想感谢一下这个纽约的谢先生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